我为救妻子遭遇严重车祸，可本该来医院照顾我的妻子，却不见了踪影。醒来后，我才注意到妻子在我入院后的留言：徐景扭伤脚了，离不开人照顾，你自己注意点。我没忍住打去电话，却听见他竹马的声音：小曼，帮我擦下身体，可以吗？妻子立刻不耐烦地将我电话挂断。你别无理取闹，我很忙，爱了他6年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哪怕我付出生命，也无法在他心里占据一点位置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先生，您还有其他的家属吗？这边通知了你的妻子，但她一直没有过来。护士小心翼翼的话语打断我的思考。我转动眼眸，落在身上，手有擦伤，腿打了石膏，最严重的是脑袋裹成了粽子，依稀能看清一些事物。我为了救沈曼遭遇严重车祸，刚刚死里逃生，浑身无法动弹。可本该在医院照顾我的他却没有出现，没人护理我，这让医院非常为难。似是察觉到我行动不便，护士离得更近了些。我抬手指向桌上的手机，车祸发生时，我整个人由于惯性重重砸在车窗，手机却在车底，没有任何影响。护士心领神会地拿过手机，凑近解锁，翻到了沈曼的号码，拨通。我心里十分忐忑，许久之后，电话没有接通。小护士为难地看我一眼，我只能扯扯嘴角，用尽全力开口：帮我找个护工吧。说完这话，我大喘几口气，感觉喉咙里生痛。小护士点点头，纠结半天，安慰性地丢下一句：你的爱人或许太忙了。忙，我在心里苦笑，感觉身上的伤口更痛了些。沈曼从不是个大忙人，她没有工作，全靠我养，能让她丢下我这个老公的只有徐景。他的竹马像是为了验证我的猜想，手轻微能动后，我在手机看到了沈曼的留言：徐景扭伤脚了，离不开人照顾，你自己注意点。我为救他遭受了那么严重的车祸，他一句注意点便打发，多可笑的话呀！一条命还比不上一个扭伤。愤怒从心中涌起，我再次拨通沈曼的电话，这次接了，很不耐烦：我不是说了吗？徐景受伤了，我整天忙着照顾他，你多带点车祸，非要天天给我打电话，烦不烦？我打的是视频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沈曼穿得很轻薄，露出自己曼妙的身姿。最显眼的还是那带有湿气的头发。她在洗澡，但旁边还有徐景的声音，他像是故意提醒我，喊得很大声：小曼，你在干嘛？我头发湿了，看不见。徐景也在洗澡，鸳鸯浴，那是夫妻才能做的事情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手机差点掉落在地。沈曼跟没事人一样皱紧眉头，眉眼间写满嫌弃：你都从手术室出来了，还有什么事？徐景正等着呢，你没有接到电话吗？把自己老公丢在医院照顾别人，就是你沈曼的素质吗？我已经尽量放平语气，沈曼却猛地炸了：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徐景在这没有朋友，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，出来帮帮他怎么了？你周成思想龌龊，没有朋友也要限制我的自由是吗？朋友，互相搓澡的朋友。我抬眼讥笑，眼底全是讽刺。朋友需要你贴身照顾，朋友需要你给他洗澡，他是残废了，还是说你沈曼什么时候当起了贴身护理？周成，你别误会，我和小曼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面响起剧烈的撞击声和急切的解释。沈曼的手机砸落，视线模糊了几秒，
再次显现两人的身影。他们两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，沈曼趴在徐景胸口，嘴唇贴近他的脸颊，整个人呈现娇羞。我能清楚地听到剧烈的心跳和喘息声，持续了很久。沈曼才扶着徐景坐下，抬眼瞪我：“满意了吗？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让徐景受伤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小气的男人？如果他伤口崩开了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我紧紧咬住牙齿，才压回眼角的泪水。徐景一瘸一拐回了卫生间，得意洋洋地冲我露出挑衅的笑容。下一秒，他故意放低声音：“小曼，帮我擦下身体乳可以吗？我刚刚扭到脚，有点难受。”他看起来像个柔弱的菟丝花。沈曼立马丢下一句：“你别无理取闹，我很忙。”便挂断电话。我陪在他身边6年，这样的事情不能说第一次经历，但躺在病床上还是第一回。沈曼甚至连一句身体怎么样都没有问过，直截了当地责怪我。身上的伤口依旧隐隐作痛，我流出了眼泪。认识沈曼的时候，她一无所有，被徐景骗光了所有钱财。那个时候，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等待着我的同意，得到注资。我心疼她的遭遇，更欣赏她的性格，所以我投了钱，亲自做项目，把只剩空壳的公司救了回来。沈曼主动追求我，婚后更是放心地将公司丢给了我。我以为这就是爱，结果徐景回来了，他把从沈曼这里骗到的钱输了个精光，灰溜溜地跪在他面前：“小曼，我当时被人骗了，他们跟我说一定会赚钱的，结果我不仅赔了，还欠下巨额赌债，我都是为了不连累你呀。曼曼，你知道的，如果我不挣钱，你爸妈就看不起我，一辈子都不会将你交给我。”沈曼家里破产后，父亲自杀，母亲气死。她本该恨毒这个男人的，可她没有。在徐景一次又一次自杀后，她心软了，跑去照顾他。徐景跪在地上，磕头狂抽自己：“小曼，你别管我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我去死，我就不应该活着。”他磕得头破血流。沈曼哭着抱紧他，全然忘记了我这个救她于苦海的丈夫。我那个时候就明白，沈曼只是需要我，她对徐景才是爱。不管他的谎言多拙劣，说的话怎么漏洞百出，他只要站在那里，他都爱他。我闭上眼睛，不想再去回忆。手机在不停提示声音，沈曼发来一条消息，他让我别再胡闹，不然就离婚。除此之外的还有消费信息，都是男士用的东西。他用我挣的钱给徐景买东西，我真是彻头彻尾的冤种。一直到我出院，沈曼都没有出现过。她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信息不回，电话不接。这个场面十分似曾相识。就在她和徐景和好那几天，她告诉我只是朋友的普通告别，跑到了他家。那时候正逢他爸妈忌日，他满口答应一定会回来。我买了很多祭品，还有礼物，怕他伤心，甚至提前1天准备了很多逗他笑的东西与好话。我总觉得我对他那么好，但凡有点良心，他都不会选择徐景。可我错了，我一直在墓地等到天黑，沈曼都没来，他连父母都不在意，现在更不会在意我。就算我是为了救他才发生车祸也没用。回到家，地上散落一地的衣服和垃圾，随处可见的灰尘。我住了1个月多，沈曼没有回来，走的时候也不愿意打扫。我动了动身上的筋骨，疲惫地回到房间睡觉。再睁眼，沈曼回来了，我停掉了她的卡。她看起来不太开心，郁闷地坐在沙发。我一瘸一拐地朝外走，并不想理会。可沈曼站到了我前面，僵着个脸：“为什么要停了我的卡？”周成，别忘了那是我家的公司，
你没资格阻拦我花钱。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摔一下怎么了？非要这么兴师动众，让人照顾？我看那你就是矫情。他的眼睛很大，里面映照出我略显狼狈的身姿，也就是他口中的矫情。我没忍住，身躯颤抖几分，强忍着情绪转身朝外走。沈曼看我没有反应，生气地推我一把，身躯砸到桌上，那些原本愈合的伤口再次崩开，疼得我倒吸凉气。沈曼嗤笑一声，瞥了我一眼，回到了房间。我缓和了很久，终于有力气爬起时，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。徐景带着行李来了，他堂而皇之的，一副要住进家里的阵仗。我想驱赶他，沈曼没好气地瞪我一眼，口水喷在我的脑门。你还要怎么样？徐景身体不好，受不得刺激。既然你不想他花钱，我带他回家来住，这你都不行吗？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么自私的人？徐景隐藏笑意，唯唯诺诺地站在他身边，嘴上重复着不欢迎他他就离开。我实在受不得这个气，窜出去揍了他一拳，反被沈曼按倒猛踹。他的力道很重，压根不顾及我身上的伤口。你有病吗？动不动就打人，只知道武力解决的莽夫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和徐景什么都没有。他现在正是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帮他一把。你是会死吗？我感觉全身骨头都在疼痛，受伤的那些地方全都崩开，鲜血染红了衬衣。沈曼踹到满意才停手，朝我吐出一口唾沫，进了厨房。徐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冲我比出鄙视的眼神以及无声的话。一个倒贴的死舔狗，你都不配和我比。在小曼这，你一点地位都没有，被情敌如此侮辱，我疼得全身冒汗，像条狗一般趴在地上。这都是拜沈曼所赐，他不爱我，所以我受的伤都无所谓，怎么能比得过徐景的一根毛发？认输吧，周成，你永远都比不上我。说完最后一句话，徐景假仁假义地扶起我，嘴上不忘安慰：周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出院了，我不想来的，但今天是我和小曼认识的5周年纪念日，他想亲自给我做顿饭，吃完我就走。他的话语充斥着自责。在厨房忙碌的沈曼立马骂骂咧咧，我没有力气再反驳，坐在沙发上发呆，脑子炸疼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沈曼端着饭菜出来，她从没有为我下过厨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披着围裙，如此贤妻良母的样子。徐景倒跟男主人一样，拿碗布菜，把我牵引到桌上，开口：周成，你别客气，尝尝小曼的手艺。我跟你说，她小时候可笨了，什么都不会，后来呀，是我胃不好，嘴又很挑，小曼才不得不学做菜，养成了一身本领。胡说什么呢？快吃饭！沈曼不好意思地轻捶他，两人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。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，眼前黑了又黑，疼痛无比。徐景亲昵地给沈曼喂菜，说着那只有他们的曾经。这一刻，我确实像个小丑，一个偷窥别人幸福的小丑。我们离婚吧，反复在脑海中盘旋了很久，我终于说出这句话。沈曼嗯了一声，几秒之后反应过来，猛地一拍桌子：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还没有闹够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徐景也一直在退让，你非要把他逼死才甘心吗？沈曼，我是为了谁才出的车祸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你关心过我吗？我现在的后背已经被鲜血浸湿，腿上更是撕裂严重，只想速战速决。沈曼的脸色十分狰狞，手指头直指我的脑门：是，你是为了救我，可你不是出来了吗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你就要闹离婚，是吗？周成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吗？我深吸几口气，
心里发出苦笑。爱，我倒是爱他，可他爱我吗？他的所有生日、纪念日，我都给他最好的东西，可他呢？他什么都记不住，一次又一次欺骗我。为了徐景丢下我，我只有一条命，总不能为了爱让自己落得一无所有。周成，我和小曼真的只是朋友，你们别吵了。如果因为我影响你们感情的话，那我不如去死，都是我的错。徐景突兀的声音插在中间，而后传来浓重的血腥味。他割腕了，手臂上蔓延着一道长长的血迹。啪！沈曼几乎是下意识给了我一巴掌，站到徐景身边。我说了多少遍，他有抑郁症，别刺激他。周成，我都嫁给你了，你还处处怀疑我，欺负徐景。如果不是你，他当初就不会离开。明明是你横刀夺爱，差点将他害死。现在这样是要赶尽杀绝吗？你要是恨我，认为自己不应该救我，那你冲我来，杀了我呀，来呀！沈曼大有一副替他死的冲动，将刀抢过，放在我的手上。因为剧烈的扯动，我刚拆石膏的手臂疼到抽搐，引来沈曼的嘲笑。怎么还在装？别人说痛你也痛，你是学人精吗？惯会用装病的戏码。周成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是死了，我都不会心疼你。放完狠话，沈曼扶着徐景离开，他要带他去医院，一个眼神都懒得给我。我并没有去医院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疼到脸色发白。沈曼的卡被我关了，他没办法付钱，给我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，我没有接。路人异样的目光以及无尽的等待，让他心口的火翻涌了一遍遍。借钱交上费用后，冲回家，一脚踹开房门。我的意识已经接近模糊。沈曼一巴掌打在我脑袋上，那有一个伤口，是为了救他留下的。现在被他一抽，我疼得厉害，一下子清醒过来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不知道我去医院了吗？周成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样？他气坏了，急急忙忙跑回来，额头都是汗水。我难受地捂住脑袋，把头紧紧贴在腿上缓解，又被抽了一下。说话示弱给谁看？你是不是就为了离婚？我从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嗯，我确实想离婚了。看见沈曼差点被车撞，猛踩油门，用车顶住碰撞，我不后悔。但现在提出离婚也是我的深思熟虑。我不想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，继续感动一个装睡的人。我太累了。沈曼坐到床上，喉咙发出冷哼。周成，徐景说的对，你就是为了钱才接近我，现在掌握了一切财产，就迫不及待甩开我。凭什么？当初是你诱骗徐景入局，你让他一无所有，现在又要夺走我的家产，你不配。要离婚，交出我的公司。我第一次知道沈曼这么会颠倒黑白。徐景骗走他所有钱财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认识他，也是他求我投资，现在却变成了我不择手段，为了把他留在身边，用了下三滥的手段。但我不想争了，强咬着牙递过手里的文件，语气轻盈，签字，你的公司全都还给你。这些年在我的经营下，公司确实已经开始盈利，可几年的亏空，只要我一离开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沈曼不懂经营，看不清局势，直截了当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我揉了揉越来越发晕的脑袋，起身丢出一个行李箱，在他面前，收拾东西滚吧，这是我家。这些年我不是没有闹过离婚，但对他这么说话，我是第一次。沈曼一时间大脑宕机，好半天吐露出几个字：周成，你疯了吗？这是我家。他竟然天真到以为我会把自己的房子留给他。我从抽屉拿出房产证，摊开丢到沈曼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他，好好看清楚。沈曼，
你嫁给我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负债累累的公司，是我救你于水火，给了你新生，这怎么就成你的房子了呢？我残忍的话让沈曼瞳孔放大，气势瞬间萎靡下去。这么多年的养尊处优，早就让他忘了那短暂的被追债日子。没关系，马上他就要再次经历了。看我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沈曼负气收拾东西，她的动作特别慢，好几次欲言又止地看向我，期待我挽留或者转变心意。可我压根没看她，再联系自己的助理，取消对沈曼公司所有的帮助。没有了资金链和项目，那么个空壳，破产要不了多久。周成，你哄哄我会死吗？我只是闹闹脾气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大概是等不到我开口，沈曼一屁股坐到床上，委屈地撅起嘴巴，眼角落下泪珠。我从前最怕她哭，只要她一委屈，命都可以给她。沈曼也用这招拿捏了我很多次，踩在我的心口蹦跶。这次我依旧看着她的脸庞，沈曼以为我心软了，继续乘胜追击。周成，我知道你离不开我，你只要哄哄我，刚刚的一切都不算数。说这话时，他下巴微抬，像一只骄傲的金丝雀。我有些觉得好笑，打落他铺在床上的衣服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自重。沈小姐，沈小姐三字被我重重咬下。沈曼长红了脸，丢下一句你别后悔后离开。整个家再次安静下来。我顶着疲惫的身体赶到了医院，好巧不巧，正碰上沈曼在同徐景抱怨周成那条狗不听话了，现在没有他管公司，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但好在公司还在我手上，这是我爸妈留下的东西，不能被他骗了。徐景闻言眼睛一亮，把头枕在他的胸口，小心翼翼开口：小曼，让我管公司吧，你忘了吗？我大学学的可是管理专业，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，好不好？沈曼有些迟疑，已经被骗过一次的她长了个心眼，但不多，因为徐景很快就开始自己的攻势，把她堵在墙角，亲密地吻上去。小曼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可要不是周成故意下套，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那我就走好了。这招他屡试不爽。沈曼立刻点头答应，生怕迟疑一秒，徐景就真的离开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沈曼又何其可悲，她爱徐景，爱到蒙蔽双眼，一次次被骗。她跟我一样可悲，只是她的可悲夹杂了可恨，而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。两人离我越来越近，我急忙躲进角落，直到他们完全走远，才敢出来。我的伤更严重了，沈曼的那几脚让伤口完全裂开，尤其是脑袋，再大力点几乎有脑震荡的风险。医生絮絮叨叨地交代我不要再弄到伤口，我只觉得越来越冷。这证明沈曼对我下了死手，我一次次救她，可在她那，我命如草芥，只是一个碍眼的工具人。离婚后1个星期，沈曼豪洒千金，包下一整个酒店，给徐景办生日会。网上现实中，大家都在歌颂这超脱时间的爱情，感叹有钱人也有真爱。我的目光却落在那巨大的流水上，露出一抹微笑。不当家，不知柴米油盐贵。沈曼这是不管理，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是怎样的艰难。他这样的花钱，无非是在加速灭亡。助理看我对这些有兴趣，忐忑不安地开口：老板，先前断了合作的事情，沈小姐来问过，你看。她害怕我没办法忘记，试探性地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如果我不帮，沈曼这次就真的完了。我轻轻摇摇脑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应该让事物遵循原本的轨迹，别试图去改变。2个月后，
沈曼再次出现在我的公司大门外，她憔悴了许多，身材有些浮肿，整个人病气十足地跪在大门口。助理已经等候我多时，对沈曼的行为做出解释。1个月前，沈小姐和徐景大婚，花了公司账上最后一丝流水，那些股东纷纷跑了。徐景婚后害怕一无所有，从沈小姐手上骗到所有股份后消失不见。要我说，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当初老板对他那么好。助理没再说话，怕提到我的伤心事。我抬腿走向沈曼，不知道他这几天的日子怎么过的，身上散发出馊味，衣服胡乱套着，鞋也是一样一只。察觉到有人靠近后，他猛地抬头，视线看清我后，眼泪扑簌扑簌往下落。周成，我错了，徐景骗了我，他卷走了所有的钱，还欠下了高利贷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只有你了，看起来多像可怜的小猫咪呀！我往后退了几分，眼神越来越冷。徐夫人，请自重，你这样挡在我家的公司，让我怎么做生意？我的话没有一丝感情。沈曼伸出的双手僵在原地，眼泪跟不要钱般落下。周成，连你也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他最大的错误大概是认不清自己的过错。我笑了笑，这难道不是徐夫人自己的选择吗？当初你告诉我别后悔，我现在不后悔。怎么，你后悔了吗？沈曼大概真的被吓坏了，短短几天学会了能屈能伸，跪在我面前不停磕头。周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，你帮帮我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。你能给我什么呢？或者说，徐夫人认为自己还有什么姿色？钱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路边的乞丐没什么不同，又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胸口也在痛。爱一个人太久，爱出了生理记忆，看到他难过，身体下意识做出反应。沈曼张着嘴犹豫许久，风中传出他的声音：我离婚了，周成，我可以嫁给你，以后都留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伺候你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他匍匐着想要扑到我身上，助理一把推开他：沈小姐，请你自重，对我客气，不代表沈曼会对一个他曾以为的下人客气。他毫不犹豫起身，一把扯过助理的头发，恶狠狠地冲他开口：你什么东西，轮得上你教训我吗？是不是觉得赶走了我就可以上位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周成是我的，他只能是我的。保安迟迟不敢行动，我只能一巴掌打在沈曼手上，冲保安大喊：工作不想要了吗？请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几分钟之后，沈曼被丢出大门，扯着嗓子大吼：周成，你是不是看上了这个女人？我可以容忍她的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大不了她做大，我做小。听着曾经护在手心里的女人说出这种话，说不心痛是假的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那段感情是沈曼不要的，现在经历什么都是她活该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沈曼开始驻扎在公司楼下。我不知道她从哪打听的爱好，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饭送吃的，明明自己穿得破破烂烂，还要给我买很贵的饭菜。我不知道她图些什么，几次跟她擦肩而过，又被她拦下。周成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，你可以不原谅我，但你尝尝这个菜好不好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，很好吃，我尝过了。还有这个水果，你总是忙着加班，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不管你帮不帮我，以后我都会照顾你，弥补我的过错。他聪明了很多，知道强迫没用，开始示好。我冷着脸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只能死死拽住我的手，染上哭腔。我早上起了大早，做了很长时间，里面有你最爱的排骨汤。
我炖得十分软烂，你吃一口好不好？让我为你做点什么？周成。为了引起我的关注，沈曼将受伤的手指高高翘起，时不时倒吸凉气。我转身看向他，用力掰开他的手指，抬起他受伤的手。怎么，换了个招数？沈曼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已经过去了，我不爱你了。就算你死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心疼。沈曼吓了一跳，看着我抬起的双手，脑袋不自觉往后缩。我看清了他身上的淤青，应该是被追债的人打了。沈曼也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拼命捂紧胸口。这是他们打的，他们说如果我还不上钱，就打死我。周成，你发誓会一辈子保护我、爱我的，最后再帮我一次怎么了？多心安理得的话。我用力甩开面前的手，语气凉薄。沈曼，是你没有遵守诺言，我对你仁至义尽。保安迅速围上来，再次将沈曼丢出去。她哭得很大声，我没有回头，脚步有些虚浮。助理正在查资料，徐景一直都在我掌控之内。我用钱买通了他身边的人，知道他逃到哪里，并让那个人带着他再次去赌。刚开始是赢，对徐景这个赌徒来说，那是最好的征兆，所以他的瘾越来越大，赌的也越来越多，直到输光所有，被打断一只手一条腿。那边的人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助理啧啧几声，等待我的指令。他该回来了。我撂下话语，走向窗边。沈曼没有离开，他留在这里。要债的不敢来闹事，可他要回家，哪天死的都不知道。助理点点头，走了出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静静盯着楼下的人。通过这几天的接触，我能很明显地感知到沈曼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，她好像快疯了。如果当初跟我离婚的他没有乱用乱造，而是请人管理，让公司正常流通，那他就不会过到这一步，被骗光所有钱财。我是对他下了套，可让他心甘情愿钻的，一直都是对徐景的爱以及愚蠢。徐景回来了，他第一时间跑到我公司楼下，紧紧地抱着沈曼。小曼，我回来了，你不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。沈曼的双手还抬着送我的蛋糕，被这么一下，东西应声砸在地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我给沈曼送了第一份礼物，那就是送她心心念念的男人回来。可她看起来不太开心，一张脸扭曲着，猛地掐住徐景的脖颈，狂扇：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这个贱人！快点跟我去和那些债主说清楚，欠钱的是你。徐景这段时间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也算是练就了一身的本领，断了一只手一条腿还能反击。沈曼就那么被他压在身下，死死捏住下颚。贱女人，老子能回来是给你脸了，你什么东西？再敢嚷嚷我拖你去卖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指指点点，依稀能听清沈曼的名字。她当初豪掷千金的样子太令人深刻，被认出来了。这不是当初的模范夫妻吗？怎么混成这样了？还豪门？我看是乞丐吧？谁知道呢？没听见说借了高利贷，男的还断了手脚，一看就不干什么人事，真恶心。跑来别人的公司，还让不让人做生意？沈曼听到那些话，挣扎咳嗽，头拼命往后仰。他在喊我的名字，助理一副想上去不敢上去的样子，欲言又止好久，最终没忍住，让保安将两人分开。被踩进泥里的徐景看见我，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，指着我讥笑：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女人是他的前妻，你们别看她西装革履、成功人士的样子，实际以前啊就是一条狗，被我睡了他的女人也不敢吭声。你们说好不好笑？也是这个男人，他设计陷害我，是他引我去赌博，
他害得我一无所有，他才是罪魁祸首，他不是人。他的话有些颠三倒四，但大体就是自己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我。我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。围观的人纷纷交换眼神，将目光对准我。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事情，人都会同情弱者，最重要的是能看到别人的丑事，他们十分乐意。沈曼一直在摇头，他解释说不是这样的，他爱我，并且只爱我。这话逗得徐景哈哈大笑，他指了指人群，又指向沈曼的各个地方。你敢说你不是为我玩烂了吗？当初周成为了救你遭遇车祸，可你倒好，丢下他跑来照顾我。那个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你只爱我，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拿出你在床上那个劲啊！怎么不说了？我没法想象那个画面，自己躺在床上生死未卜，老婆却拼命讨好别人。沈曼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祈求的目光看向我，她不想听，也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身败名裂。助理收回同情的目光，厌恶地看向他。我这就让保安把他们丢出去。戏码演到这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再看，任由徐景拽着沈曼的头发离开。助理倒看了许久，语气有些唏嘘。老板以前对他那么好，他不知道珍惜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是他活该。看看徐景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以后日子怎么过，指不定真的被拉去卖。老板，你会心软吗？心软？我抬头朝远方望去，沈曼已经被拖出很远，留下一道血痕。期间有人试图上前阻止，但都被凶狠的徐景驱赶开。我从舍不得对他这样，他在我这总归是个宝的，可是他如今的样子和我以前又有什么分别？他对我也是下得去手，毫不在意的。不会，我摸了摸身上的疤，那已经结痂。可当初的疼是真真切切发生的，我没办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晚上下班，我头一次感觉轻松无比，正打算去庆祝，沈曼又来了。她身上布满疤痕，还有一些不可言喻的痕迹，暗示着她遭遇了什么。我的目光有些复杂，沈曼二话不说跪下，使劲磕着脑袋。我真的错了，周成，你救救我，不然我会死的。他居然让我去卖呀！你救救我，好不好？虽然已经猜出了沈曼身上发生的事，从他口中听到时，我心里依旧咯噔一声。曾经表现的那么相爱的两个人，现在让对方去卖，多可笑！我始终不如他们心狠手辣，但我救不了他。沈小姐，这种事你应该报警找警察。我爱莫能助，我给予了最中肯的回答。沈曼一直在尖叫，她哭得那么惨，头发凌乱地飞舞，然后被徐景一把抓在手心。贱女人，说了多少次，还敢跑？你不是爱我吗？用身子替我挣钱怎么了？满身酒气的徐景在他身上狠狠抽了几巴掌，骂声格外嘹亮。我害怕吵到其他人，皱眉让开，示意他们滚回家再吵。可徐景怎么会甘心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露出一口大黄牙。原来周总喜欢别人完胜的，你要是喜欢，简单啊，几百块，行不行？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是为了侮辱我。他想告诉我，哪怕我有钱有权有势，我爱的女人依旧成为他的商品，被肆意贱卖。可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沈曼现在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小姐，她选择了自己的爱情，与烂人一起烂到泥里。我永远都不会走进那个泥潭，哪怕我曾被泥巴弄脏过。见我表现得太过于风轻云淡，徐景没有办法，拖着沈曼离开，隔得老远，我都能听到他骂：烂货，真以为周成还会要你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辈子都得和我一起
永远活在肮脏的阴沟里。我总觉得那些话是对我而说，直到第二天刷到新闻，我才知道徐景是故意的，他的目标是我的公司。我不知道他从哪拿了些钱，买通水军，发了不少通稿。他指责我记恨他抢了我老婆，对他设套，让他一无所有，甚至还有证人。不得不说，他的方向是对的，但找的人不太对。我并没有立即告他，而是在他最得意，以为自己赢过了我时，干脆的报警处理，并直播拍下他被抓的全部过程。一时间，网上扑朔迷离，对我们这起案件关注度达到了最高。沈曼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找上了我，他小心翼翼地扯住自己的衣角，冲我致谢：“你不用谢我，我从不是为了你。”我的话斩断了他与我最后一丝联系，可这也是真话。我只是借用舆论，让我的公司免费蹭一波流量，达到新的高度。我是一名商人，重利，看得开。对沈曼的那段感情，算是我唯一一次付出真心，然后被伤得体无完肤。但我不打算让徐景坐牢，他们二人那么相爱，就该一辈子锁死，一辈子互相折磨。3个月后，徐景又出来了，他像个打不死的小强，总扯着沈曼在我跟前晃悠，当着我的面暴揍他。他不敢惹我，也没有资本抵抗，只能用这种方法恶心我。每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心善地喊来他的债主，让他们替我亲切地问候。沈曼已经疯了，长期的折磨加生活突然的变化，彻底击垮了她，让她只记得自己的老公，每天衣不蔽体地跑出来找周成：“你在哪里？周成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每到这个时候，助理总会在我身边笑，他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徐景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”我只觉得这个小助理真有意思，我的事情他比我还生气。不过他的乌鸦嘴很灵验，话没说3天，徐景就死了，被沈曼捅死的。被发现时他的尸体都臭了，脑袋丢在厕所里，把一众警察恶心的干呕。由于沈曼的精神病，他没有被抓去坐牢，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彼时，小助理坐在一旁看着这则新闻，啧啧称奇。我突然转头看他：“我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比我还要关注？”对我的话，小助理有一瞬间愣神，而后狠狠跺跺脚，离开了公司。再次见面是在公司的酒会，小助理不再是我的助理，摇身一变成为了对手公司的千金。我有一种呕血的冲动，为什么每次我都在女人手里？可小助理生气地抓住我的耳朵，他说他本来是想潜伏进来搞我的，可谁让我太蠢了，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，他就想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。谁知道这一等，把自己赔了进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